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大实话，我是主播张宏志。今天我想跟各位谈点不一样的，我想谈谈人性，谈谈我们每个人到了晚年，如果不幸倒下了，躺在那张病床上动弹不得的时候，究竟谁才是那个真正会心甘情愿为你把屎把尿递上一杯温水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甚至有点残酷的话题。我们华人社会最讲究养儿防老，讲究少年夫妻老来伴。如果你现在身体硬朗，你一定会觉得那当然是跟我同床共枕几十年的老伴，或者是我们辛辛苦苦拉拔长大的孩子啊，这还用问吗？但是各位老友，我在安养院看过几千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骨感得多。有的时候血缘不代表亲情，婚姻证书也不代表保险单。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这是一个发生在台湾真实社会角落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蔡伯伯今年72岁，住在新北市的一间老公寓里。在去年的秋天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标准的人生胜利组。他在国营事业待了一辈子，退休前也是个中层干部，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那份稳定的退休金加上名下这间位于精华地段住了快40年的老公寓，足够他安享晚年。他的太太，我们叫她林阿姨，虽然个性比较急躁碎念了一点，但把家里打理得还算干净。唯一的儿子明翰，虽然创业几次都不太顺利，但也结婚生子了。蔡伯伯原本以为他的余生就会在这种平淡的幸福里慢慢的变老，直到有一天安详的离开。可是人生最大的玩笑往往就开在你觉得最安稳的时候。戳破这层幸福假象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仅仅是浴室地板上一滩没有擦干的水渍。那是蔡伯伯和林阿姨结婚45周年的纪念日。前一天晚上，儿子明翰带着媳妇孙子回来吃了顿饭，饭桌上林阿姨还半开玩笑地数落蔡伯伯，说他这个人就是个木头，一辈子不懂浪漫，连结婚纪念日都没给过什么惊喜。蔡伯伯当时嘴上没说话，心里却是有想法的。他想着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确实该表示一下。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大概才5点多吧，他就悄悄起床了。他计划着赶在太太醒来前去早市买一束他最喜欢的香水百合，再带2碗他爱吃的咸豆浆和烧饼回来。他甚至在脑海里预演了那个画面，太太看到花时，嘴上骂他浪费钱，心里却乐开花的样子。为了出门能清爽一点，蔡伯伯走进了浴室，准备冲个澡。各位都知道，我们台湾很多老旧公寓的浴室地砖都是那种早期的马赛克砖或者光滑的瓷砖，虽然耐用，但是一旦有了水汽就非常滑。浴室里还残留着昨晚家人洗澡后的湿气，地砖上湿漉漉的。蔡伯伯心里还想着，待会儿要提醒太太记得铺上防滑垫，毕竟年纪大了，骨头脆，经不起摔。就在这么一个念头闪过的瞬间，意外发生了。他的右脚踩下去，一股无法控制的滑力传来，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向后仰倒。在那一刻，时间仿佛变慢了。他看见天花板那盏昏黄的吸顶灯在眼前剧烈晃动，他下意识伸手想抓点什么，但只抓到了一把空气。紧接着，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冰冷的瓷砖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那声音大得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仿佛碎裂的不是头骨，而是什么易碎的陶罐。剧痛从后脑勺瞬间炸开，蔓延到全身，眼前一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夏天的蝉鸣声被放大了几百倍。他想喊，想叫太太的名字，却发现舌头像是打结了一样，喉咙里只能发出和的声音，像是破旧的风箱在拉扯。紧接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右半边身体从脸颊到脚趾开始迅速麻木，失去了知觉，仿佛那半边身体已经不属于他了。身为安养院的院长，我非常清楚这是什么症状，这是典型的脑中风，而且很可能是脑出血或者大面积的脑梗塞。在这种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救命的
黄金时间。蔡伯伯躺在冰冷潮湿的地上，闻着浴室里肥皂和霉味混合的味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他不知道躺了多久，也许是10分钟，也许是半小时。浴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林阿姨睡眼惺忪地站在门口，看到躺在地上的蔡伯伯，她没有像一般电视剧演的那样尖叫着冲过来扶起丈夫，而是愣在那里，眉头紧紧皱成了一个川字。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老伴你怎么了，也不是有没有受伤，而是带着浓浓的起床气和不耐烦的抱怨。你看，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地板滑要注意，偏偏要今天一大早洗什么澡？这下好了吧，真是找麻烦。这句话就像一根冰冷的钢针，精准地扎进了蔡伯伯当时已经混乱恐惧的意识里。地板是凉的，身体是凉的，但那一刻他的心比身体还要凉上千倍万倍。他看着这个他准备去买花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女人，这个跟他相濡以沫45年的妻子，在他脸上看不到惊慌，看不到心疼，只看到了2个大字：麻烦。蔡伯伯的意识就在那张写满嫌弃的脸庞中彻底沉入了黑暗。再次醒来，已经是在医院的加护病房转出来的普通病房了，空气里充斥着那种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蔡伯伯的右半边身体依然没有知觉，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医生诊断是缺血性脑中风，也就是脑梗塞。医生说幸好送医还算及时，保住了一条命，但后续的复健之路会非常漫长。蔡伯伯转动着还能动的左眼，看见林阿姨和儿子明翰都守在床边。林阿姨正在跟隔壁床的家属聊天，眉飞色舞地讲述她早上是如何机智地发现不对劲，又是如何果断地叫了救护车。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临危不乱的功臣，仿佛丈夫这场灾难成了她社交的谈资。而儿子明翰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水果刀，慢条斯理地削着一颗苹果。他把皮削得很长，一圈又一圈，没有断。见父亲醒了，他立刻堆起一脸孝顺的笑容，把切好的苹果递到蔡伯伯嘴边。爸，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医生说你这是脑血管堵塞，以后可得好好休养，别再操心家里的事了。蔡伯伯张了张嘴，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明翰很体贴地按住他的肩膀，爸，你别急着说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家里的事你放心，有我跟妈呢。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这话听起来多么孝顺，多么体贴。可是蔡伯伯那双经历了70多年风雨的眼睛，却从儿子看似关切的眼神深处捕捉到了一丝藏不住的金光。那是商人的盘算，是计算利益的眼神。明翰接下来的话印证了蔡伯伯的直觉，他一边喂父亲吃苹果，一边装作不经意地聊了起来。爸，你这次生病也提醒我们了。我们永和那个老房子虽然地段好，但毕竟是40年的老公寓了，没有电梯。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后坐轮椅，每天上下楼多不方便啊！而且房子太大，3房2厅的，就我跟妈2个人住，也打扫出不过来。蔡伯伯看着他没有作声，心里却升起一股寒意。明翰继续说，我有个朋友最近在桃园青埔那边看中化区的房子，有些新的电梯大楼，环境特别好，还是全龄化社区，有专门的医疗服务。我想着要不我们把永和的老房子卖了，那边现在房价不错，卖了以后我们去桃园买个小的，剩下的钱一部分给你和我妈当养老金，另一部分你也知道我那个贸易公司最近被汇率影响周转有点困难，刚好可以补上。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蔡伯伯的心上。蔡伯伯终于明白了，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在妻儿眼里，他不再是丈夫，不再是父亲，他成了一个负资产，而他名下的那栋房子成了急需变现的正资产。他的病，他的痛苦，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启动资产处置程序的绝佳借口。林阿姨送走隔壁床家属，也凑了过来，一搭一唱地说道，是啊，老蔡，明翰说的对，那老房子整天爬上爬下的，
我这膝盖也受不了，卖了也好，我们换个轻松点的活法。你那点退休金，现在物价这么高，如果不卖房，哪里够用啊？把钱拿在手里，心里才踏实。蔡伯伯看着眼前这两个最亲的人，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在演一出排练了很久的戏。他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不卖。声音很轻，含糊不清，但眼神很坚定。明翰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自然。爸，你看你又急了。医生说了，你不能激动。我们这也是跟你商量嘛，你先好好休息，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嘴上说着以后再说，但蔡伯伯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一场围绕着他的房子、他的退休金，以孝顺和为你好为名的战争，已经悄无声息地在这间惨白的病房里打响了。出院那天是明翰开车来接的，林阿姨坐在副驾驶座，一路上都在抱怨医院的伙食有多难吃，陪病床有多硬，害得她几天没睡好。仿佛生病住院受苦的人是她，而不是刚刚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丈夫。回到那个熟悉的家，一切都变了。家具还是那些家具，摆设还是那些摆设，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冰冷和隔阂。蔡伯伯不再是这个家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而是一个被安置在角落里易碎的麻烦的物件。他的右腿行动不便，走路需要拄着4脚拐杖，每一步都像是在拖着1000斤重的沙袋。以前他每天都要把家里的地板拖得一尘不染，现在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板上积起一层灰尘。林阿姨视而不见，她宁愿花1下午的时间去公园跟邻居聊天跳排舞，也不愿弯腰拖一下地。吃饭成了最折磨的时刻，因为右手不听使唤，蔡伯伯只能用左手笨拙地拿着汤匙舀饭，常常会撒得满桌都是。以前林阿姨总会把鱼刺挑干净，把最好吃的肉夹到她碗里，现在她把饭菜往桌上一放，就自顾自地滑手机看影片，任由蔡伯伯一个人与一碗饭、一盘已经冷掉的菜做斗争。有的时候吃得久了，汤汁滴在衣服上，她还会不耐烦地催促：你到底吃完没有？我要收桌子了，搞得这么脏又要我洗。最让蔡伯伯难受的是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中风后的语言功能恢复得很慢，说一句话要费很大的劲，而且常常词不达意。慢慢的，家里就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了。林阿姨每天早出晚归，明翰隔三差五的回来，但每次都绕不开那个话题：卖房子。爸，你想想，我们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你现在这样，身边不能离人。我们卖了房子，就有钱请个外籍看护了啊！爸，那钱放在房子上是死的，拿出来投资，钱滚钱，以后你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啊！每一次蔡伯伯都用沉默和摇头来回应，而每一次的拒绝换来的都是更深的冷漠。他们开始把它当成空气，把它当成家里一件多余的大型家具。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他们在屋里走来走去，说笑，打电话讨论晚上吃什么火锅，周末要去哪里玩，仿佛它是透明的。我常在安养院跟家属说，这叫做家庭内的孤独死。人还活着，但在亲人心里你已经死了，或者说你已经变成了一个累赘的符号。有天晚上，蔡伯伯胸口发闷，有点喘不上气，这是那次倒下后的后遗症之一。他躺在床上想喊林阿姨帮他拿药，喊了好几声，隔壁房间都毫无动静。他挣扎着爬起来，拖着沉重的右腿挪到林阿姨门口，才听到里面传来清晰的麻将声和说笑声。原来他把牌友叫到家里来打牌了。蔡伯伯扶着门框，听着里面的欢声笑语，再看看自己这副苟延残喘的样子，一股巨大的悲凉淹没了他。他感觉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他没有敲门，他怕他的出现会打扰了妻子的雅兴，会让他在牌友面前觉得丢脸。
他像个孤魂野鬼，挪回客厅的沙发上。那一晚，他就在沙发上睁着眼睛坐到了天亮。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又一下，像是在为他的生命倒数。也就是从那天起，蔡伯伯彻底死心了。他对这个家，对他的老伴，对他的儿子，不再抱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幻想。他意识到，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可看看这副残破的身体，连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能依靠什么呢？绝望像藤蔓一样将他紧紧缠绕。他开始消极抵抗，拒绝复健，拒绝吃药。他想，就这样烂下去吧，烂在这个家里，等着那一天到来，或许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就在蔡伯伯彻底放弃，准备躺平等死的时候，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人，像一道微弱但执着的光，毫无预兆地照进了他漆黑一片的世界。那天是个周末，林阿姨和明翰一家子说是去宜兰礁溪泡温泉，要第二天晚上才回来。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蔡伯伯一个人，冰箱里是早上剩下的半碗稀饭，已经结成了一块冰冷的淀粉团。他懒得去热，也根本没有胃口。他像个雕塑一样坐在轮椅上，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发了一整天的呆。傍晚时分，蔡伯伯感觉头痛欲裂，浑身发冷，牙齿止不住的打颤。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发烧了，伸手摸了摸额头，烫得吓人。他挣扎着想去房间找退烧药，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连轮椅的轮圈都推不动。恐惧抓住了他，他想，我就要这样一个人，无声无息地死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家里了吗？他颤抖着手，摸索着拿起茶几上的老式无线电话，打119吗？不行，只是发烧。叫救护车太小题大做，而且要是被邻居看到，又要被说是浪费医疗资源。他这辈子最怕麻烦别人，也最怕丢脸。那打给谁呢？他翻开那本因为老花眼而写的字体巨大的电话簿，一个个名字划过。老同事老张已经移民美国了，老邻居陈太太上个月刚过世，以前的下属小李早就断了联系。翻到最后一页，他的手指停在了一个名字上，静雅，那是他的前儿媳妇。静雅是明翰的前妻，他们结婚5年。后来因为静雅一直没能怀孕，加上明翰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两人就离婚了。离婚那天闹得很不愉快，林阿姨骂静雅是不会下蛋的母鸡，明翰则把所有生意上的不顺都归咎于静雅克夫带衰。静雅当时什么也没回嘴，只是红着眼眶默默地收拾了几件衣服离开了这个家。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算算日子已经过去快8年了。蔡伯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想打给他，或许是在他脑海深处还残留着对这个曾经的儿媳妇的一丝温暖记忆。他记得他刚嫁进来时总是怯生生的，但手脚很勤快。他记得他知道公公喜欢吃面食，就特地去报名烹饪班学做葱油饼、饺子。他记得有一次他重感冒，半夜咳嗽，是他默默地起来给他熬了一碗热姜汤。她是个好女孩，是蔡家对不起她。蔡伯伯的手指在拨号键上犹豫了很久，最终一种求生的本能战胜了那点可笑的自尊。他颤抖着按下了那串早已生疏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听筒那头传来一个温柔而又带着一丝疑惑的声音：喂，您好，请问是哪位？是静雅的声音，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温和有礼。蔡伯伯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能说什么呢？我是你那个混账前夫的爸爸，我快死了，你快来救我。这太荒唐了。当初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自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维护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现在有什么脸面去向他求救？巨大的羞愧感淹没了他，他猛地挂断了电话，把话筒重重地摔在桌上。他骂自己，你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去打扰他？人家现在肯定有自己的新生活了，你凭什么去揭人家的旧伤疤？他颓然地靠在轮椅上，
闭上眼睛，等待着身体里那股寒意将自己彻底吞噬。可没想到几分钟后，桌上的电话竟然响了起来。蔡伯伯吓了一跳，看着那个不断闪烁着红光的来电，显示是静雅的号码，他回拨过来了。蔡伯伯不敢接，他怕他开口问，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电话固执地响着，一遍又一遍，最后终于停了。蔡伯伯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在寂静的屋子里突兀地响了起来。叮咚叮咚叮咚，门铃声一声比一声急，还夹杂着拍门的声音和一个隐约传来的焦急呼喊：爸，是您吗？您在家吗？您开开门啊！是静雅，她竟然找来了蔡伯伯，震惊得无以复加。她怎么会知道这里？哦，对了，这栋老房子一直没卖，电话号码也没变过，可是她为什么会来？门外的拍门声越来越响，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爸，您要是在家就应我一声啊，您别吓我。蔡伯伯再也坐不住了，他挣扎着用尽全身力气从轮椅上撑起来，一步一步像是在走刀山火海一样挪到门口。他颤抖着手转开了那道沈重的铁门锁。门开的那一刻，他看到了静雅，她穿着一身护理师的制服，显然是刚从医院下班，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她的头发有点乱，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脸上写满了焦急和担忧。看到蔡伯伯的那一瞬间，他先是松了口气，随即当他看清老人苍白的脸色和虚弱的样子时，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爸，您怎么病成这样了？他声音哽咽，快步走进来，一把扶住了蔡伯伯摇摇欲坠的身体，一股温暖从他扶着的手臂上传来。那是一种带着力量的、真实的、属于人类的温暖。蔡伯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温暖了。他的眼泪在那一刻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像是决堤的洪水。静雅扶着他，几乎是半抱着他，把他弄回轮椅上。他一摸蔡伯伯的额头，惊呼道：天哪，这么烫，您发烧了，吃药了吗？蔡伯伯摇头。静雅二话不说，立刻放下随身的包包，熟门熟路地在客厅柜子里翻找药箱。找到退烧药后，他又熟练地倒了温水，试了试水温，才递到蔡伯伯嘴边，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他吃下去。然后他走进厨房，打开那个空空如也的冰箱，看到那碗已经凝固的稀饭，他的身体明显地僵了一下。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那碗稀饭倒掉，然后开始熟练地洗米、烧水，给蔡伯伯重新煮粥。蔡伯伯坐在客厅里，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那个曾经无比熟悉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他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那个混蛋儿子那样伤害过他，这个做公公的也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他为什么不恨？为什么还要来管这个糟老头的死活？粥很快就煮好了。静雅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末粥，小心翼翼地吹凉了，才一勺一勺地喂蔡伯伯。蔡伯伯急切地张着嘴吞咽着，那是他这几个月来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吃完粥，静雅又帮忙收拾了乱糟糟的客厅，把换下来的脏衣服丢进洗衣机，把积了灰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她做这一切的时候是那么自然，仿佛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做完这一切，她才在蔡伯伯身边坐下，轻声问：爸，您这到底在是怎么了？明翰呢？还有阿姨呢？他们怎么都不在家？蔡伯伯张了张嘴，想把这几个月来的委屈、孤独、绝望都告诉他，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毕竟是家丑，他这个爱了一辈子面子的老头子怎么说得出口？他只是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他们有事出去了。静雅是何等聪明的女孩，她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看尽了人情冷暖。看着蔡伯伯现在这副模样，再看看这个冷冰冰的家，她大概已经猜到了7、8分。她没有再追问，只是眼圈又红了。她握住蔡伯伯那痣还能动弹的左手，轻轻拍着说：爸，没事的，都过去了，您先好好休息，有我呢。那天晚上，
静雅没有走，她怕蔡伯伯半夜再烧起来，就在客厅的沙发上蜷缩着睡了一夜。蔡伯伯躺在自己的床上，几个月来第一次睡得那么安稳，因为他知道这个家里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哪怕这个人在名义上已经是个外人。静雅的出现就像是一场及时的春雨，把蔡伯伯那颗已经枯死的心重新浇灌出了一点点绿意。从那天起，他成了蔡伯伯生活里唯一的光。他利用下班时间，几乎每天都会绕过来，有时候提着刚买的新鲜鲈鱼给蔡伯伯煮鱼汤补身体，有时候带着专业的复健器材，像个严厉又耐心的教练，监督他做康复训练。各位可能不知道，中风病人的复健是非常痛苦枯燥的，肌肉的粘连，筋膜的紧绷，拉开的时候非常痛。但静雅很专业，她知道力度在哪里，也知道怎么鼓励病人。爸，您再坚持一下，您看今天腿又能多抬高1公分了。在他的鼓励下，蔡伯伯那条已经麻木很久的腿竟然真的慢慢有了一些知觉。更重要的是，他照顾蔡伯伯的情绪。他知道老人家怕寂寞，就从图书馆借来很多书报杂志读给他听。他甚至找出了蔡伯伯年轻时收藏的那些黑胶唱片，放那些老掉牙的古典乐。当巴哈的《祭弦之歌》在客厅里缓缓流淌时，蔡伯伯常常会恍惚。他看着静雅安静地坐在一旁帮他按摩手掌，那种宁静和美好跟他亲生儿子回家时那种剑拔弩张、充满铜臭味的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蔡伯伯心里越是温暖，愧疚感就越重。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问静雅：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不恨我们吗？静雅总是笑笑说：爸，我为什么要恨您？您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当年是明翰不懂得珍惜，是我们缘分尽了，跟您没关系。我刚嫁过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您不是还偷偷教我怎么做红烧肉才好吃吗？我被阿姨念的时候，您不是还偷偷塞零用钱给我，让我去买喜欢的东西吗？这些我都记得呢。他越是这么说，蔡伯伯心里就越难受。他为他做的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只是作为长辈的一点点基本善意，而他回报的却是雪中送炭的天大恩情。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静雅频繁进出蔡家，自然瞒不过林阿姨和明翰。那天下午，静雅正在阳台扶着蔡伯伯练习走路，门锁咔嗒一声响了。林阿姨和明翰逛街回来了，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百货公司纸袋。开门的瞬间，四目相对，客厅里的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林阿姨最先反应过来，她把手里的购物袋重重地摔在地上，指着静雅的鼻子尖声叫了起来：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谁让你进我家的？你还敢回来？你想干什么啊？看我们家老蔡不行了，想回来图谋不轨，分家产是不是？这话说得太难听了，像淬了毒的钉子。静雅的脸唰的一下白了，她下意识松开了扶着蔡伯伯的手，往后退了一步，嘴唇哆嗦着想解释，却被气得说不出话。明翰也冲了过来，他那张因为生意不顺而总是显得阴郁的脸上，此刻充满了愤怒和猜忌。他指着静雅吼道：好啊，我说爸最近怎么精神变好了？原来是跟这个女人勾搭上了。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她是被我们赶出去的，你还把她招回来，你是想气死我妈妈？说着，他竟然冲上来想推搡静雅：你给我滚，马上从我家滚出去！静雅被他推得一个踉跄，差点撞到花架。看着眼前这丑陋的一幕，看着曾经的儿媳被亲生儿子这样羞辱，看着满脸刻薄的老伴，一股压抑了几个月的怒火像火山一样从蔡伯伯的胸腔里喷发出来，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蔡伯伯一把推开身前的助行器，虽然站不稳，但他还是用那条稍微有点力气的左腿死死撑住地面，挡在了静雅身前。他用那因为中风而变得扭曲颤抖的手指着明翰的鼻子：住手！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喉咙深处挤出了这2个字，声音嘶哑变形，像一头受伤的老狮子在咆哮。林阿姨和明翰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镇住了。他们从没想过，这个任由他们搓圆捏扁几个月的糟老头，竟然还会反抗。蔡伯伯瞪着他们，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字一顿地艰难说道：“他是我请来的，你们不准动他。”这场阳台保卫战之后，家里彻底变成了战场。虽然明翰他们暂时不敢对静雅动手，但各种冷暴力和精神折磨变本加厉。他们会在静雅来帮忙复健的时候，故意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或者在旁边大声讲电话，指桑骂槐地说有些女人就是贱，被甩了还要倒贴。静雅好几次都红着眼眶想放弃，不想让蔡伯伯为难。但蔡伯伯每一次都坚定地把她留下来，因为这段日子的相处让蔡伯伯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家有血缘的不是亲人，而是仇人，没血缘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亲人。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入冬后寒流来袭，蔡伯伯因为抵抗力差，不小心感冒，引发了严重的肺炎，高烧不退，血氧狂掉，再次被送进了急诊，直接住进了加护病房。这一次比上次更凶险，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书，甚至询问要不要签署 DNR 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同意书。蔡伯伯躺在加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管子，隔着玻璃墙，他看到医生在跟林阿姨和明翰交代病情。他看到林阿姨脸上没有悲伤，反而有一种终于要结束了的解脱感。他看到明翰低头滑手机，大概是在算那栋房子遗产税要缴多少。转到普通病房后，医生特别交代，病人现在情况不稳定，随时可能一口痰卡住就走了，24小时身边不能离人，家属要轮流看护或者请专业看护。病房外，蔡伯伯听到了他们的争吵。明翰，我也没办法啊，公司明天要谈个大合约，我哪有时间耗在这里。林阿姨，我更不行了，我这高血压都要犯了，医院细菌那么多，我要是倒下了谁照顾？明翰，那请看护吧。林阿姨，请看护，现在台籍看护一天要2800、3000块，你出钱啊，你爸那点退休金哪够烧？推来推去，谁都不肯接手。最后，明翰竟然无耻地提议，妈，要不给静雅打电话。林阿姨尖叫，你疯了，叫她来干嘛？明翰，反正她愿意当好人嘛，就让她当个够，等爸走了，我们包个红包给她两清。林阿姨犹豫了一下，行吧，能省点是一点。听到这里，蔡伯伯眼角滑下了一行滚烫的泪水，无耻、卑劣，毫无人性。他们竟然把静雅的善良当作可以免费利用的工具，他想拔掉管子冲出去，但他动不了。那天晚上，他们真的走了，病房里只剩下蔡伯伯一个人和那台仪器发出的冰冷滴滴声。不知过了多久，门被轻轻推开了，静雅穿着那身熟悉的护理师制服，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看到空无一人的陪病床，看到蔡伯伯床头那碗已经冷掉的粥，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没有抱怨，只是默默拉过椅子坐下，握住蔡伯伯的手。爸，您别怕，我来了，我今晚守着您。那一晚他真的寸步不离。蔡伯伯发烧，他就一遍遍擦澡物理降温；蔡伯伯咳嗽，他就熟练地拍背抽痰。深夜，蔡伯伯醒来，看到静雅趴在床边睡着了，而在他手边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瓷碗，碗里盛着清水，水里泡着几片切好的苹果。各位知道为什么苹果要泡在盐水或清水里吗？为了防止氧化变黄，林阿姨从来不屑做这种事。她说矫情。明翰只会削那种长长的皮来炫耀技巧。只有静雅这个被蔡家深深伤害过的女人，在这样疲惫的深夜，依然细心地把苹果泡在水里，只为了让蔡伯伯醒来时能吃到一口新鲜不变色的水果。看着那碗苹果，蔡伯伯彻底崩溃了，也彻底觉醒了。他终于明白，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不是睡在你身边嫌你麻烦的老伴，也不是流着你的血却只惦记你财产的子女。
而是那个在你最不堪的时候依然愿意为你削一碗苹果，并把它细心泡在水里的人。那之后蔡伯伯竟然奇迹般的挺过来了。出院那天，他让静雅直接载他去了一个地方，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和公证人的见证下，蔡伯伯做了3件大事，这也是我想提醒各位老友最重要的部分。第一，他立了一份经公证的遗嘱。虽然台湾法律有特留分的规定，不能完全不给儿子，但他将自己可自由处分的那部分财产以及名下的现金存款全部指定赠予给静雅。第二，他签署了一份议定监护契约和医疗委任代理人，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失智或昏迷了，帮他做决定管钱的人不是老婆儿子，而是静雅。第三，他当场将自己多年存下的私房钱约80万台币，以医疗照护费的名义合法赠予给静雅，感谢他的付出。做完这一切，蔡伯伯回到家，把这几份文件往茶几上一拍，那个场面我想各位都能想象得到，林阿姨的尖叫，明翰的咆哮，撕心裂肺的骂他老糊涂，被狐狸精迷了眼。但这一次蔡伯伯无比平静，他坐在轮椅上，冷冷地看着这2个至亲，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法律该给你们的1分不少，但情分上你们1分都不配。从今天起，静雅就是我的女儿，你们谁敢动她，就是跟我过不去。这是蔡伯伯这辈子说过最硬气的话。后来蔡家算是彻底决裂了，但蔡伯伯却活得比以前更有尊严，更快乐，因为他知道他的晚年不再是孤岛，他有一个真正爱他懂他的女儿。各位朋友，故事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很残酷，但也很真实。在现代社会，高龄化、少子化，加上经济压力，很多时候亲情在现实面前真的不堪一击。我想用张宏志这30年的经验劝劝各位：第一，手里的钱和老本一定要握紧，在还没到最后一刻，不要轻易把财产过户给子女，那是你的尊严，也是你的保命符。第二，不要迷信血缘，真正对你好的人可能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遇到了像静雅这样有情有义的人，不管是朋友、邻居还是远亲，请一定要珍惜，要善待，因为那可能是你生命最后阶段最可靠的拐杖。第三，如果有条件，趁早做好法律上的规划，像议定监护、预立医疗决定，这些都是保护我们自己尊严的法律工具。人生到了下半场，拼的不是儿女多有出息，而是谁能陪你走到最后。希望蔡伯伯的故事能给各位一点启发。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故事触动了你，请帮我按个赞，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